美军新枪模块化多口径，2分钟内便可更换枪管，变成其他口径的狙击步枪。单看这些描述，火力军都觉得这枪真强。实际上，这把枪的确很棒。11月中旬，海军陆战队表示，其采购的 MKR 已经完成完整作战能力阶段，下一步就是逐步取代 M40A6 与 M13MOD7。有意思的是，美国陆军与特战队也采用了 MKR， 陆军计划使用 MKR 取代 M2010 与 M107。那么问题来了， MKR 强在什么地方？为何可以获得特战队、陆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青睐？实际作战又有什么优势呢？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军狙击手用的都是点308温彻斯特步枪弹，其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300米，但有效射程只有800米左右。子弹飞得越远，速度越慢，并且弹道会向下弯曲，导致失去精度。相比之下，大口径子弹更适合远距离作战，杀伤力更强，初速更高，作战时不会损失太多的精度，在沙漠、山区等地形作战时效果更好。2017年的时候，一名加拿大狙击手在3540米之外击中了一名武装分子，创造了世界纪录。狙击手当时使用的是 12.7 毫米子弹，如果把子弹口径换成 7.62 毫米，估计飞到一半就不行了。当然，小口径的弹药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口径小也就意味着枪械本身更小，重量更轻，狙击手便于携带，在城市作战时可以快速转移阵地。只可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般情况下，狙击步枪都只有一种口径，无论是陆军的 M2010、M107， 还是海军陆战队的 M40A6、MK13、MOD7， 都是如此。在实际作战时，有额外需求的狙击手就需要配备另一种武器，这就会造成后勤问题。不过配备 MKR 的话，以上这些问题都不需要操心了，狙击手想要的样子 MKR 都有。美军推出了一款新步枪 MKR， 其实就是巴雷特 MRAD， 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属于 M98B 的改进版，主打精准狙击。是的，大家没有看错，就是那个以威力强、精度弱著称的巴雷特公司。在之前聊 M82A1 的时候，火力军就已经说了 ，M82A1 的精度不怎么样， 2.5 MOA， 在狙击枪的领域里，这个数字根本就上不了台面。同时期的 M200 栓动狙击枪精度在1 MOA 以下。巴雷特公司刚推出 M98B 的时候，邀请了几位枪械作家去体验新产品。试完之后，枪械作家只能挖空心思去聊人机功效或其他方面的优点，精度是一点都不提。但是在 MKR 身上，精度反而成了优点。在进行精度测试时，测试者对 MKR 进行了多轮射击测试，使用西格绍尔的精英射手弹药，平均精度能够达到 0.45 MOA， 最好的时候可以达到 0.31 MOA。在使用点338马格南弹药时，射程可以达到1500米，比 M2010 的射程远了300米，精度达到了 0.5 MOA。在远距离作战时，狙击手可以获得更大的优势。当然了， MKR 最大的特点还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更换口径。MKR 有3种口径可以替换，分别是 7.62 NATO、点300诺马马格南、点338诺马马格南。其中 7.62 NATO 对应 M24、M110， 点300马格南是美军的新型狙击弹药，点338马格南则是陆军的中口径机枪弹药，可以用于反人员和反器材。在实际作战时， MKR 可以在2分钟内更换另一种口径，以应对不同的战场环境，执行不同的任务。也正是因为出色的性能，美国陆军特战队、海军陆战队都采用了 MKR。11月中旬，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宣布 MKR 已经完成完整作战能力阶段，换装工作已顺利完成，这个时间比预期早了1年。就性能来说， MKR 绝对是首屈一指，看看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评价就知道了。美国陆军这边表示， MKR 将成为主要的杀伤人员狙击系统，在极端情况下依旧可以对敌方有生目标和载具造成一定的杀伤，并且点338马格南弹药的末端弹道性能要比 M2010 使用的点300温彻斯特马格南强得多。
绿色贝雷帽的狙击手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作战。至于取代 M107 这种.50口径的狙击步枪也不是不行。就弹药的动能来说，.338马格南弹药的动能只有6000焦，而.50的弹药可以达到18000焦。不过美军表示 MK2 可以取代 M107， 也就意味着精度的重要性也要高于威力。海军陆战队表示 MK2 全面替换之后，可以提升狙击手的快速打击能力，其杀伤力更大，射程更远，弹道种类更多的优点，比海军陆战队所有的狙击步枪都要优秀。如果预算充足， MK2 将取代 M40 与 MK13， 成为陆战队唯一列装的制式栓动狙击步枪。M40A6 与 M13、MOD7 虽然性能不错，但也有一定的缺点。其中 M40A6 属于 M40 系列的最新型号，作为一款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狙击步枪，期间虽然进行了一系列升级，但整体设计与射程都相对落后。M40A6 的口径属于 7.62 乘51毫米，有效射程仅为900米，在现代战争中有点不够看了。虽然美军之后推出了使用.300温彻斯特马格南弹药的 M13、MOD7， 有效射程与威力都有所增加，但后坐力较大。在使用 M40A6 之后再使用 M13， 狙击手还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价格也比较贵。顺带一提，在 MK2 所取代的两款狙击步枪中， MK13、MOD7 的服役时间还很短，2018年才被美国海军陆战队采用。随着 MK22 全面换装完成， MK13、MOD7 直接成为海军陆战队装备时间最短的狙击步枪。对于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而言，两款狙击步枪并行使用，还增加了后勤难度。而 MKK-22 的出现则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枪多用，后勤保障只需要一个平台，维护更加简单，这也是 MK22 除了模块化之外的另一个优点。实际作战时 ，MK2 还能减轻士兵的后勤负担。对于装备单一口径的空降部队狙击手而言 ，MK2 可以更换口径的模式，简直不要太香了。在此之前，由于枪械只有一种口径，如果狙击手有额外需求的话，那就要配备另一种武器。但装备 MK22 之后，带一支枪，再带几个枪管和弹匣就足够了，减少了后勤部门的负担，维护流程也相对简单，基层部队就可以完成维修工作，不需要将 MK2 送到更高一级的维修单位。按照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说法，每个 MK2 套件都包括 M137 瞄准镜架、消音器、维修工具和清洁套件，以及3根枪管。如果有需要，狙击手可以随时更换枪管，操作也很简单。先把扳手松开弹匣前面的2个螺栓，再把枪机拉到后方，就可以把枪管拉出来。当然，由于口径问题，单纯的更换枪管还不行，狙击手还需要更换枪机和弹匣。在拉出枪管之后，还要打开连接上下机匣的部位，把枪机拆出来之后，取出上机匣内部的套管，分解枪机，取出枪机头，并在下机匣的地方取出扳机组件，最后就是拿出来需要更换的枪管、枪机与弹匣，装上去就行了。听起来很麻烦，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容易，2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一般情况下，狙击手不会在野外更换枪管，但配备 MK22 之后就不好说了。没有这个功能与有这个功能不用属于2个概念。使用 MK2， 狙击手可以为特定的目标选择特殊的弹药，从而获得更好的任务完成率，而且只需要购买1支狙击枪与相应的配件，就可以满足不同的作战需求。这种灵活性可以使狙击手应对各种情况，作战效率也有所提高。何乐而不为呢？加上射程更好、精度更高的优势，狙击手的生存能力也有所提高。在人机功效上 ，MK2 也极为优异。枪托不仅重量轻，还可以折叠，空降时携带更合适一点。此外 ，MK2 还可以调节枪托长度与铁塞板的高度，枪托底板还能用适配块来调节高度，最底部导轨还可以根据需要安装独脚架。充分考虑了士兵的射击需求。不过谁又能想到，就是这样一支被特战队、陆军与海军陆战队同时看中的狙击步枪，最开始只是一个失败者。MK2 本质上就是巴雷特 MRAD， 而巴雷特 MRAD 最开始是为了竞标美国特种司令部的精确狙击步枪项目，只是失败了。2013年3月7日，雷明顿公司的模块化狙击枪凭借价格的优点成为项目的获胜者。随后，美国特种司令部与雷明顿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7970万的合同，
购买5150支带消音器的 MSR 以及大约470万枚子弹，将在未来10年内供应。只是雷明顿公司在赢得竞标后搞了一个骚操作，将 MSR 的外包优质枪管偷偷换成了自产的廉价枪管。这点或许与雷明顿公司经济状况不好有关。2018年的时候，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枪械制造商雷明顿在3月25日申请破产保护，只是枪管滥竽充数，自然瞒不过去。美军对量产型的 MSR 进行测试时发现精度不如竞标测试时的水平，于是特种司令部直接取消了 PSR 项目，并将狙击枪项目更名为先进狙击步枪，再重新竞标。也正是在这次竞标中，巴雷特公司成功上位。ASR 项目与原来的 PSR 项目差不多，所以巴雷特公司也没有对 MRAD 做太多的改进。在 ASR 项目的竞争中，巴雷特 MRAD 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英国精密国际公司的 AX338。AI 公司枪以精度著称，比如典型的 AWM 首发必中。MRAD 既然能被选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精度不好的头衔。在1500米距离上， MRAD 使用.338马格南枪弹的精度可以达到 0.5 MOV， 即使是其他口径也能达到1 MOV。巴雷特 MRAD 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属于美国本土的企业。由于雷明顿公司的骚操作，美国特种司令部耽误了不少时间。如果 AI 公司在美国设立生产线，时间就来不及了。而巴雷特公司就没有这个顾虑，作为一款早年的产品， MRAD 的生产速度很快，不会出现延误的情况，只有提前交付的可能。比如美国海军陆战队完成完整作战能力阶段的时间就提前了1年，加上 MRAD 的重量也比 AX338 轻了1公斤左右。2019年3月15日，特种司令部宣布巴雷特 MRAD 赢得 ASR 项目，并定性为 MKR。最开始的时候，就只有特种司令部选择了 MKR， 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并没有参与 ASR 项目。但是雷明顿公司破产之后，已经无法为美军提供现役雷明顿枪支的备件，于是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也参与了 ASR 项目。2020年的时候，巴雷特 MRAD 就获得陆军与海军陆战队的合同。2021年，美国陆军的绿色贝雷帽就开始装备 MKR。值得一提的是，这次 ASR 项目特种司令部采用的是前期少量采购，等到实战证明其性能后，陆军等军种再跟进。虽然前期单价较高，但总价还可以控制，即使是最终性能不好，损失也在可接受范围内。不过陆军与海军陆战队采购的 MKR 与特种司令部的配置稍微有一点差距。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选的瞄准镜是刘伯尔德 Mark 5 HD， 最大放大倍率为25倍，最小放大倍率为5倍。而财大气粗的特战司令部选了2款黑夜力量的瞄准镜，属于 ATACR 系列，只是放大倍率不同，一款与刘伯尔德 Mark 5 HD 相同，另一款的最大放大倍率为35倍，最小放大倍率为7倍，主要用于远距离作战。总的来说，单论威力射程， MKR 或许不是最强的那一个，但是要论综合性能，对比精度、威力、射程与战场灵活性， MKR 绝对是美军最强。特战队、陆军、海军陆战队对其青睐有加，火力军也很正常。加上维护后勤方面的优势， MKR 在实际作战时要比那些单一性能突出的枪械更加好用。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 MKR 还有哪些优势？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